对于空军来说，战斗机永远是最耀眼的明星，毕竟诸多空战都是战斗机主宰的。战斗机的强弱直接决定了空战的结果。现在是5代战机的天下，只不过全世界能够生产5代战机的国家寥寥无几，除了中美俄，恐怕还真找不到第4个能够独立生产5代战机的国家。而且美国依然是那个服役2款5代战机的国家，至于哪款战机更厉害，现在更多的都是大家猜测，毕竟没有实战过，谁也说不准。况且战斗机虽然是空军最耀眼的明星，但是却不是威慑力最大的机种，威慑力最大的还得看战略轰炸机。当今世界拥有轰炸机的国家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拥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更是小猫2、3只，而且战略轰炸机还经常被指责是多余的机种。那么战略轰炸机还有必要存在吗？其未来的发展和定位是怎样的？谁才是主流？本期我们就来看看战略轰炸机存在的必要性。啥是战略轰炸机？用来执行战略任务的远程轰炸机就是战略轰炸机，它是战略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量核武器的主要运载工具，更是构成3位一体核打击的一级之一。不仅仅可以携带常规导弹，更可以携带核弹，而且具备洲际打击能力，威慑力相当大。战略轰炸机具有不可小觑的威慑力量，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忽略它的存在。可能有人觉得战略轰炸机的基地和前沿作战阵地是已知的，对敌作战时容易遭受到敌人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在对远距离敌人发起进攻时，可能还会需要额外的支持力量，如空中加油等，不如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来的爽利。但火力军觉得这并非绝对的情况。首先，战略轰炸机国内的基地和前沿作战地点是可以由空中和防空系统所保护的，敌机都飞进国内了，我不信没有一点防护措施。况且如美国一般，他们是保留有核导弹部队的，仅对轰炸机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好像并没有什么意义。其次，虽然轰炸机打击目标时可能会被敌人的卫星或远程传感器探测到，但具体会打击哪个目标，依旧是无法预测的。轰炸机完全可以在实施打击前多次改变航线来遮掩任务目标，所以轰炸机是有能力保持其不可预测性和不同攻击角度的，不像弹道导弹那样必须保持在一个固定的飞行轨道上。最后也就是防空系统问题。现今虽然敌人的防空系统越来越复杂，但现代的轰炸机已经不像从前那般只会部署炸弹，现代的轰炸机骚得很，经常部署巡弋飞弹，从敌人的有效防空区外就释放弹药。总的来说，战略轰炸机的进攻能力绝对是值得认可的。此外，战略轰炸机除了基本的战斗力外，它还具有一定程度弹药的灵活性，这也极大增强了它们的重要性。而这就必须要从有效载荷的选择说起了。像弹道导弹，虽然可以装备从几千吨到超过100万吨的各种有效载荷，但要更换弹头绝对是复杂和耗时的。而轰炸机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随时挂载特定任务的核弹或常规弹药，绝对是紧急特定任务的首选方案。而且轰炸机的存在感特别强，像弹道导弹你看不到它就没啥感觉，但轰炸机你可以将其部署在尚未发生战争地区，没事儿就去飞2圈，就问敌人怕不怕。比如某总统可以通过将轰炸机部署到危机地区，或命令他们在另一个国家的领空附近飞行，可以达到鼓励缓和局势或向对手施加压力表明决心的目的。而且如果总统觉得有必要下令进行战略打击，那么在飞机到达发射区之前还有几个小时的缓和时间，可以进行具体的分析部署或者谈判。因为轰炸机与导弹不同，轰炸机可以在武器释放前的任何时候被召回，这种灵活性本身就证明了战略轰炸机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如今世界上要问战略轰炸机哪家强，恐怕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能够尽显王者风范了吧。B-52轰炸机是美国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亚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主
主要用于执行远程常规轰炸和核轰炸任务。虽然这家伙还是上个世纪中期的产物，但它依旧十分强悍，依然是美国使用频率最高的战略轰炸机之一。不管是在中东还是亚太，这款轰炸机一直彰显自己的强大威慑力。而俄罗斯的图95则是前苏联图波列夫飞机设计局研制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也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虽然现代已经久远，但是这款轰炸机目前也依然是俄罗斯空军不可或缺的轰炸机之一，同样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了，孰强孰弱，火力军比较倾向美国强一些，因为火力军一直觉得隐身战略轰炸机才是未来主流方向，而美国就有 B2、B21 这样强大的隐身轰炸机，尤其是 B21 轰炸机。据说美空军对它的评价比 B2 还高，甚至称它是游戏规则改变者。2022年12月2日，有关 B21 突袭者隐形轰炸机的消息如期而至，与34年前 B2 隐形轰炸机首次展示的地点相同，在加利福尼亚州帕姆代尔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工厂，一架 B21 隐形轰炸机正式亮相。根据美空军公开的信息显示， B21 是美军30多年来研发的第一款战略轰炸机，是一种远程高生存能力的隐形轰炸机。不过，由于 B21 计划的许多方面都是高度机密，所以导致其与当初 B2 的全方位展示不同。这次的揭幕式 B21 只公开了正面视角，其他结构不得而知。但很显然的是， B21 依然采用飞翼式布局，体积比 B2 小，说是计划到2040年全面取代美国空军1980年代的 B1 战略轰炸机和1990年代的 B2 战略轰炸机。当然 B21 也很有可能最终会取代掉 B52 这位老将。这其中的 B2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作为美国第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其代表着战略轰炸机最顶端的位置，也是各国战略轰炸机研发的方向，同样也是美国战略核打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数量有限，至今一共也只生产了21架，所以美国非常珍惜，更多的时候还是安排 B52 和 B1 轰炸机执行作战任务， B2 更多的发挥威慑作用，干一些冲场面的活。简单的总结一下美国轰炸机，在美战略空中， B52 资历最老， B1 速度最快， B21 出其不意应该是最先进，而 B2 隐身轰炸机则依旧是先进与昂贵的代名词，因为每架 B2 造价为24亿美元，而突袭者 B21 的计划成本约为7亿美元。不过据美空军官员估计，他们将在30年内花费至少2030亿美元来开发、购买和运营一支由100架 B21 组成的机队。具体情况我们倒是可以期待一下。反观俄罗斯三兄弟图95、图160、图22M，其中最具威慑力的显然是图160战略轰炸机。这款轰炸机也是被看作是最强的战略轰炸机，曾一直被拿来和 B2 轰炸机做比较。图160战略轰炸机由图波列夫设计局于上世纪70年代研发，表面采用哑光白色涂层，被俄罗斯人昵称为白天鹅。但从白天鹅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彻底成为了悬在北约组织头顶上的利剑，所以北约将图160称为海盗旗。如今的图160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升级改造，第一架由俄罗斯从零开始建造、全新可携带战略导弹的图160轰炸机也将会在今年年内交付。那么图160与 B2 轰炸机相比，谁更强呢？作为拥有轰炸机最多的两个国家，都拥有多款战略轰炸机，美国和俄罗斯都尽显王者风范。除却新出的 B21， 曾经美国的 B2 和俄罗斯的图160被看作世界上最强的两款战略轰炸机，谁更强也一直没有定论。图160是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战略轰炸机，起飞重量达到了27万5千千克，能够搭载超过40吨的弹药，最大航程能达到12300公里，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2 马赫，可以说各个方面的数量都非常不错。某些方面比 B2 轰炸机更优秀，如航程，比如说载弹量等等。
而 B2 最大速度为 0.95 马赫，远远不如图160，载弹量更没法比，最大航程11100千米，诸多方面的确不如图160，但是 B2 的隐身性是图160所没有的，它是美国第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其雷达发射面积被降到了 0.1 平方米，已经把隐身做到了极致。这是图160轰炸机没法比的，同时这也保证了 B2 轰炸机拥有绝强的生存能力。生存能力越强，就意味着其带来的威慑力越大。这可能就是 B2 轰炸机被看作比图160强的主要原因。当然，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图160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所以这两款战略轰炸机其实力应该是不相上下的，谁更强一些已经完全不重要了。但正如火力军之前所说，隐身才是未来战略轰炸机的发展方向，未来的主流。所以美国刚诞生的 B-21突袭者绝对可以在未来占得一席之地。至于俄罗斯下一代的 PAK-DA 战略隐身轰炸机，目前还在开发中，同样值得我们期待。好了，大家对战略轰炸机有什么想法？是否还有必要存在？都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